中华汽车啊，宣布要导入一个全新的战略车，那就是米兹必须 X-Force 啊。那我想陆陆续续也有不少眼尖的网友有发现到伪装车，混色织物这个材质听起来就有点进口车的味道在，对吧？Nice。今天假设有同一台车，一台车是搭载混色织物材质，另一台车是搭载硬质塑胶，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厉害呢？那肯定是混色织物材质嘛。它还有一个3环式的资讯幕啊，这3环式呢，就是可以呈现出你的倾斜角度、你的方位啊等等的资讯。为什么呢？全车有21处可以放置600毫升的杯槽啊，这完全符合台湾啊，台湾根本就是人手一杯手摇饮嘛。继之前 Lancer 嘛，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停产了，对吧？还剩下哪些车型？不外乎就是 Core Plus。那 Core Plus 这台车毕竟也有一点世代了啦，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跟上现在的车市。Eclipse Cross 的话，就是价格上可能也没办法那么的漂亮，所以其实产品的丰富度，目前以台湾的米兹必须来说，算是非常欠缺的。这次米兹必须跟谁合作，你一定想不到，他竟然跟哆瑞咪发跟雅马哈合作啊，你敢信？嘿嘿。欢迎收看脖子解说，没有错，诚如各位标题所见呐，那你台湾的100万级距 SUV 市场又要掀起一波新的战火了吗？中华汽车啊，宣布要导入一个全新的战略车，那就是米兹必须 X-Force 啊。这台车其实在东南亚已经有亮相了，当时亮相的时候也算是掀起市场的一个热潮啊。究竟 X-Force 车型导入台湾的话呢，能不能在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市场内呢杀猪重回？好，那话就要从2024年开始说起啦，因为24年的时候在印尼车展发表了这台米兹必须 X-Force 啊。那这台其实也算是米兹必须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车啊，甚至导入到了南非啊，改以一个名义啊，叫做 Outlander Sport 进行上市。好，那 X-Force 这台车啊，其实也算是跨界的小型 SUV 啊，设计上就是主打年轻又具有一点运动的风格啊。中华汽车啊，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时候，法说会有特别提到会导入米兹必须的一个全新车款。那我想陆陆续续也有不少眼尖的网友有发现到伪装车，这其实很有趣，我真的觉得这些网友真的很厉害。那应该也非常有机会会是在今年的年底进行上市的发表。好，接着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 X-Force 这台车的动力单元了。那其实它的主要动力单元也就是 1.5 升4缸的自然进气引擎啊。那它主要有104匹的动力以及14.4公斤米的扭力啊，搭配 CVT 的无段变速箱。好，那其实这台车呢，非常符合亚太地区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啊。怎么说呢？它的车长啊4.39米，车宽1.8米，车高1.66米，轴距2.65米啊。这个尺寸定位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小型 SUV。X-Force 的离地高度啊，大概23公分，进入角21度，离去角30.5度。那提供了非常多种的驾驶模式。好，那再来是它的车头啊，采用 L 字形的头灯，整个外观看起来真的很像缩小版的 Eclipse Cross 嘛，就是一种新世代米兹必须的设计语汇。结合下方啊，有非常多条横杠式的 LED 日行灯啊，构成一个 T 字形的布局。侧侧部分也延续流畅的设计理念啊，具有丰富的肌肉线条来衬托车辆鲜明的造型啊。不管是从车窗的格局啊、钣金的折线啊、轮拱的弧度啊，其实我们看这个整体的美学啊，算是非常的不错。那在下方呢，搭配18寸的刀削式轮圈设计啊。来到车尾的地方呢，整体设计上跟车头也算是一个前后呼应啦。L 型的大灯，下方呢类似百叶窗式的昼行灯啊，来进行呈现啊。车内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它车内主要是8寸的数位仪表搭配12.3寸，我真的觉得好多车厂都是用12.3寸这个比例来做呈现，支援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的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之外呢，它还有一个3环式的资讯幕啊。这3环式呢，就是可以呈现出你的
倾斜角度哦，你的方位啊等等的资讯。那我认为其实整体来说真的是增添了不少驾驶的一个乐趣啊。好，那因为这台车本来就是一个 SUV 的定位啊，所以后座一定也是一个购买的考量之一，可以4/24分离之外，后椅背还可以做8个角度的倾斜调整。另外，这很重要，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了，真的是 X-Force 的一个大特色。为什么呢？全车有21处可以放置600毫升的杯槽啊，这完全符合台湾啊，台湾根本就是人手一杯手摇饮嘛，全车可以放你21杯，完全绰绰有余嘛。中控台下方呢也有这个无线充电盘，还有 USB-A Type-C 的充电孔等等哦。那同时呢，车内还有一个亮点哦，什么亮点？就是它有做一个混色织物的材质去做铺陈啊。混色织物这个材质听起来就有点进口车的味道在，对吧？Nice。有那种装逼的风格，但是也可以衬托出那种美感。为什么呢？今天假设有同一台车，一台车是搭载混色织物材质，另一台车是搭载硬质塑胶，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厉害呢？那肯定是混色织物材质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那就是我们开车一定很注重音响。这次米兹必须跟谁合作，你一定想不到，他竟然跟哆瑞咪发。跟雅马哈合作啊，你敢信？嘿嘿，没错，所以你会看到它门板上就有印一个雅马哈的字样。那他们也算是共同打造一个车室内的听觉响宴啊。前门呢有所谓的低音喇叭，那后面也有所谓的双向喇叭，全车总共有8具。即使你行驶在一个非常崎岖的道路上啊，也能提供非常清晰的低音、中音、高音的声调啊。另外，音响系统有4种的设定，来满足你不同的喜好跟格调。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市场面。讲到这台车啊，你会想到它对手有谁呢？我想非常直觉能想到的大概就是 Toyota 的 Yaris Cross， 还有呢 Nissan Kicks， 还有一台 Honda 的 HR-V。好，我们就来先锁定这3台比较主流一点的小型 SUV。好，那这3台车我们一台一台来探讨。首先是第一台 Toyota 的 Yaris。Toyota 的 Yaris Cross 不是 Yaris Cross 啊，第一个它当然就是品牌力很强啊，对不对 ？Toyota 嘛，它又是 1.5 的 NA， 所以其实在油耗表现上也还不错。那车格上我觉得大小刚刚好，算是非常符合台湾消费者的需求啊。再来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售后保养据点也非常多，所以在保养维修上不太会是太大的问题。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 HR-V 这台车哦 ，HR-V 这台车呢，近期也有推出那个对不对？油电版本嘛 ，HEV 的车型，所以也提供非常多不一样动力的选择。讲到Honda车，不外乎它根本就是空间管理大师嘛。你的椅背想要怎样翻，你的空间想要怎样变，都可以满足你。第三个，我们来探讨一下 Kicks 这台车。Kicks 这台车不外乎就是价格还蛮弹性的，好瞧好弹，对吧？也很年轻化，内装的呈现真的蛮符合年轻族群的。你上的车，它的配备其实都一直以来给的蛮齐全、蛮足的。你要什么基本上都会有哦，搞不好下个月就送你了。像什么360度环景啊、影音主机啊、通风座椅啊等等。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其实我觉得这台车蛮适合台湾的，为什么呢？那因为米兹必须针对东南亚崎岖不平的地形特色啊做了研究，借此来调教 X-Force 的整体操控啊，确保行驶保有一样的舒适度啊。前轴部分优化了转向轨迹，还有加快了转向齿轮比。后轮呢则采用悬吊基件，以及增加减震筒圆柱尺寸啊，达到更好的驾驶体验。那第二个点呢，我认为导入也好，为什么也算是可以把米兹必须这个品牌的在台湾的地位再往上拉升啊？为什么呢？继之前 Lancer 嘛，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停产了，对吧？还剩下哪些车型？不外乎就是 Core Plus。那 Core Plus 这台车毕竟也有一点世代了啦，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跟上现在的车市。Eclipse Cross 的话，就是价格上可能也没办法那么的漂亮，所以其实产品的丰富度，目前以台湾的米兹必须来说，算是非常欠缺的。再来下一个点呢，我认为来的算是不错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都在讨论嘛，这个货物税要不要减免？2000cc 以下车型最高有可以再减免5万块，所以假设你今天有旧换新5万，再加货物税的减免5万，所以最高又可以10万了。这样折下来其实蛮漂亮的哦，可以吸引不少消费者哦。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它的价格定位大概会落在多少啦？那我猜应该80多90出差不多吧。如果再往上90、100，我想应该没有吸引力啦，因为真的价格上太高了啦。除了今天讲到的这个小型 SUV、跨界 SUV X-Force 之外呢，也有这个福特的 Territory， 那也有可能是明年出啦。
哦，那也有这个 Toyota RAV4 也大概是明年出，所以我想 Q4 跟明年 Q1 应该是非常竞争激烈的，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吧。那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片见喽，拜拜。你还在用交车送的脚踏垫吗？不来试试，大多车友都在使用的3D 卡固立体脚踏垫。不仅市面上大多车型皆有开发，还结合雷射扫描技术，服贴完整，搭配3D 高边无死角设计以及防水槽钩身，不怕饮料打翻侧漏爱车地毯。独家3层技术，防护、吸震、止滑，底部更搭载神爪设计，安全不位移。此外，即洗即用，顺手又方便。输入脖子专属优惠码，享独家折扣，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